欢迎来到 Super ELS Station。生活中，你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痛苦？这么久都不回微信，是不是我刚才说错了什么话，惹他不高兴了？他的观点我不太赞同，但是算了，说出来他会对我有意见吧。虽然很忙，但是我不好意思拒绝他，万一下次他不帮我了。很多人总是习惯性的讨好别人，却忽略了自己的感受。长时间处于纠结和内耗的状态下，生活只会被一步步拖垮。那么，如何帮助自己从低频的能量中抽身而出呢？我很喜欢傅首尔最近在展开说说节目当中的一句发言：只有底层自信才能解决这件事情。我们要拥有被人讨厌的理性。很多时候，那些充满杀伤力的精神攻击，在清晰的自我认知和理智的判断逻辑面前，总是显得不堪一击。好友蕾蕾前段时间向公司提出了离职，身边同事都很诧异。他不是刚刚换岗到核心部门吗？前途一片大好，为什么会辞职呢？只有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蕾蕾在深夜打来的电话，而电话另一头的他总是一边流泪一边倾诉自己的痛苦。1年前，他转岗到完全陌生的工作岗位，一切需要从头学起。蕾蕾是一个有些自卑和敏感的女孩，所以转岗后，她格外在意自己留给新领导和同事们的印象。不过作为新人，即使蕾蕾拼尽全力，也还是会存在工作处理不到位的情况，难免受到领导和同事的指责。好多次，蕾蕾加班到深夜11点，打来电话，懊恼地埋怨自己说：我的能力太差了，什么都做不好，我这样的人只会一事无成。实际上，她越是这么想，反而越无法平心静气地解决问题。长此以往，蕾蕾自我攻击得越来越厉害，恶性循环下，她在工作上也越来越力不从心。仅仅1年的时间，蕾蕾便感觉自己的情绪走到了极限边缘，只好选择辞职。在心理学中，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是不能接纳自我的体现。越是不自信，越是想要通过别人的肯定来证明自己存在的重要意义。但是人生路上，冷言冷语从来不会少，风言风语更是常伴在身旁。总有人会不喜欢自己的。如果事事迁就，时时讨好，自己的生活只会被改装得面目全非。真正自信而从容的人，其实早就学会了和讨厌自己的声音共存。周轶君老师曾经在圆桌派节目当中提到，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。面对讨厌自己的声音也是如此。如果不能准确辨别内心的节奏，清晰了解自我局限和长处，就很容易卷入情绪的漩涡中，患得患失。想要专注推送自我成长，就要学会认清自己的能力，放下别人的目光，不遗余力地深耕于每一个当下。人生路上，你我都经历过被指指点点的时刻，你这么做一定会后悔，这样的想法太不接地气了，你这么说会伤害到别人。然而，生活的残酷真相是，人人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思考问题，能对你的感受负责的只有自己。所以，又何必在意别人口中的标准答案呢？不断找寻适合自己的最优解，才是人生归处啊。逐梦路上的风声固然很大，看得清自己才能不被左右，扛得起质疑才能义无反顾。无论何时，都不要把生活发生的权利交给别人。如果说拥有被讨厌的勇气是对议论声音的对抗和屏蔽，那么拥有被讨厌的理性，则是扎根于自信之上，对外界看法的毫不在意。
我们到底该如何眼光向内，通过建立底层自信，更加理性地对待扎心的流言蜚语呢？不妨参照以下3个方法。1. 允许自己出错，真诚对待事情本身。生命短短几十载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想做什么就去做，即便做错了也没关系。失败就如同被狂风骤雨从树上打落的果子，我们不能因为看到地上的果子就质疑自己没有把树种好。要允许自己出错，也要学会用理性而坦然的态度对待失败。学会不随便为自己设限，更不要轻易定义自己。说到底，人生这场游戏重在参与。第2，做好课题分离，理性对待他人的评价。课题分离就是考虑一下某种选择所带来的结果，最终要由谁来承担。比如有人对你说，这个方法要是能成功，1年前我就成功了。都多大年龄了，现在学习来不及了。那么，怎么对待我们是别人的课题，我们无法决定别人的行为，更没有必要替别人承担课题带来的结果。我们可以做的是更加专注、杰出地完成手边的事项，做到无愧于心。课题分离不是逃避，而是更好地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，为人生负责，保持自我察觉，耐心等待生命蜕变。课题分离也好，不过度移情也罢，说起来容易，真正建立起习惯却很难，需要你绵绵用力，久久为功，时刻保持自我察觉，不断修炼内生力量。或许你仍然会被闲言碎语伤害到，也或许你尝试课题分离，却依然一地鸡毛，这都没有关系。多一点耐心和温柔给自己，只需要种下信念的种子，生命的蜕变终会如期而至。我特别认同奇葩说选手 TK 所说的一句话，一个人有多少被人喜欢的能力，他在这个社会上就有多少不被喜欢的权利。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不会被外界的声音打扰，而成年人承受讨厌的底气，永远是自己给的。无论别人怎么说，不要认怂，也绝不服从。心中有谱，眼里有光，才能一步步迈向心之所向。